您有没有认识这样一种人？压力大的时候，他拿起来的不是手机，而是扫把；心情很乱的时候，别人去追剧、暴饮暴食，他却突然开始整理冰箱，甚至半夜2点还蹲在浴室里用旧牙刷刷瓷砖缝。而且最神奇的是，他越焦虑，家里越干净。如果你刚好就是这种人，或者你家里有一位这样的清洁系人格，那今天这支影片你一定会有共鸣，因为这不只是爱干净而已。心理学发现，打扫这件事很多时候其实是在整理情绪、修复安全感，甚至拯救快失控的自己。今天我们就要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一起拆解，为什么有些人越崩溃越想打扫？为什么擦地板居然能让人冷静下来？还有那些热爱整理的人内心真正渴望的到底是什么？很多人以为爱打扫只是比较勤劳，但你有没有发现，真正热爱整理的人通常不是在最闲的时候打扫，而是在最焦虑、最混乱、压力最大的时候。工作卡关，感情不顺，人生突然失控，然后他开始擦桌子。这背后其实有一个很经典的心理学概念，叫做控制感补偿理论 （Compensatory Control Theory）。意思是，当人感觉外在世界不可控时，大脑会本能地去寻找一个我还能掌控的小世界，而那个世界往往就是家。因为现实生活太多事情没办法控制，你不能控制主管的情绪，不能控制别人怎么看我，不能控制未来会发生什么，但你可以控制这支牙刷放哪里，这件衣服怎么折，这个桌面有没有灰尘。于是整理空间就变成一种重建秩序感的方法。你擦亮的不只是桌子，而是我还有能力让事情变好的感觉。而且大脑很喜欢打扫这件事，因为它有一种很强的即时回馈。乱变成整齐，脏变成干净，失序变成可控。你每擦完一块地方，大脑都会收到一个讯号，完成了，这件事被解决了。这种明确的成就感在混乱生活里其实非常稀缺，所以很多人不是爱打扫，而是爱那种终于有一件事情可以被自己搞定的感觉。甚至有研究发现，情绪比较焦虑不安的人平均会花更多时间做家务，因为整洁环境会让人更有安全感。就像有人曾经说过一句很真实的话，我管不了人生，但我至少可以管我的房间。有时候那块被擦得发亮的琉璃台，其实是一个成年人努力维持内心秩序的证明。接下来这个心理机制可能会颠覆你对打扫的理解。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心情不好，人会突然很想大扫除，跟人吵架后开始狂擦桌子，觉得自己做错事之后忍不住一直洗手，压力很大的时候突然开始整理整个房间。这背后其实有一个很有名的心理学现象——马克白效应 （Macbeth Effect）。名字来自莎士比亚的马克白。故事里的马克白夫人在犯下罪行之后陷入强烈罪恶感，不停洗手，嘴里还一直说这污点怎么洗都洗不掉。重点是他手上其实根本没有脏东西。心理学家后来发现，当人产生羞愧、罪恶感、自责这类情绪时，大脑真的会更渴望清洁行为，因为洗净身体这件事会象征性的让人感觉自己好像也被重新整理了。所以很多时候，打扫其实不只是清洁，而是一种情绪排毒。你洗掉的不是灰尘，是压力，是愧疚，是那些卡在心里说不出口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越低潮越爱整理，
因为在那个反复擦拭的过程里，情绪好像终于有地方可以流动。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这跟人格中的超我也很有关系。超我，简单来说，就是你内心那个一直说你应该更好，你不够努力，你怎么又做不好了的那个严格法官。当这个声音太强时，人就容易把焦虑转移到整理上，透过清洁，象征性地洗去那些不够好的自己。所以，下次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半夜疯狂刷厨房，不要只觉得他很闲，他可能正在努力消化一些连他自己都说不清的情绪。好，讲到这里，你可能开始觉得打扫根本像某种心理治疗，而有趣的是，心理学家真的这样认为，因为打扫本身就有2种超强的心理效果，第一个叫仪式感，第二个叫正念状态。先讲仪式感，研究发现，固定、可预测、有顺序的行为会让人产生稳定感与安全感。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打扫都有固定流程，有人一定从客厅开始，有人一定先折衣服，有人清洁时一定要播同一份歌单。这些看似小习惯，其实都在帮大脑建立一种世界还是有秩序的感觉。尤其在生活混乱的时候，仪式感会像一条心理上的安全绳。而另一个重点是正念。你有没有注意过，当你很专心洗碗、擦桌子时，脑袋会短暂安静下来？因为人在专注感官的时候，焦虑会暂时停止。水流的声音、抹布的触感、清洁剂的味道，这些都会让注意力回到当下，而不是一直困在如果失败怎么办？他是不是讨厌我？未来会不会完蛋？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说，打扫完心情真的比较舒服，不是心理作用，而是你的大脑真的短暂休息了。甚至有研究指出，规律做家务的人，情绪稳定度通常更高，因为打扫带来的不只是环境整洁，还有一种我有能力照顾自己生活的感受，而这种感觉对心理状态的稳定非常重要。所以某种程度上，每一次大扫除其实都是一次低成本的心理重开机。不过这里有一条很重要的界限，热爱打扫不一定有问题，但如果一个人因为一点灰尘就极度焦虑，东西没照自己的方式摆放就情绪失控，每天花大量时间重复清洁停不下来，那可能就不只是爱整洁了。心理学通常会区分3个层次。第一种是健康的整洁偏好，你喜欢干净，整理完会舒服，但偶尔乱一下也不会崩溃，这其实是很健康的自我照顾。第二种是强迫型人格倾向，这类人会特别追求秩序、规则、完美，如果事情没照自己的方式进行，就容易焦躁。而第3种则是真正的强迫症，这时候清洁已经不是想做，而是不得不做。即使理性知道地板已经干净了，脑袋还是会不断冒出不行，还是不对，一定还有脏东西。如果不重复确认，不重复清洁，就会陷入巨大焦虑。这种情况就已经需要专业协助。所以影片最后，我想邀请你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打扫是因为喜欢秩序，还是因为害怕失控？这2者看起来很像，但心理状态完全不同。这个世界永远有太多事情无法控制，工作、关系、未来、情绪。但人类很神奇，我们总会找到一些微小的方法，把自己慢慢拼回来。有些人靠跑步，有些人靠音乐，有些人
靠旅行，而有些人是靠一把扫把。每一次擦拭、整理、归位，其实都像是在对自己说：我还没有放弃生活。如果你身边有一个热爱打扫的人，别急着笑他太夸张，因为你不知道那些干净到发亮的角落里藏着多少他努力维持平静的痕迹。而如果你自己就是这样的人，那我想跟你说，你不是怪，你只是很努力的想把生活重新整理好，哪怕只是整理好一个房间，那也已经很了不起了。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支影片，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你会靠打扫来整理情绪吗？还是你身边也有那种越焦虑家里越干净的人？我们下一支影片见。